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、微博，敬请关注。大家好，我是军迷的忠实战友虎妞洋洋。话说啊，在1997年上映的《空军一号》中，哈里森·福特饰演的美国总统吸粉无数。由于安全性能卓越，美国空军一号又被称作飞行中的白宫。今天洋洋就来说说各个国家空军一号的那些事儿。首先要说明一点，空军一号不是哪一架固定飞机的名字，空军一号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称号。具体来说，当美国总统乘坐这架飞机时，这架飞机就是空军一号。在旅程中更换飞机，空军一号的称谓也会随之变更。在进入喷气时代以后，空军一号基本都是大型客机改装，最先进的当属美国空军一号。美国现役的两架编号为 SAM-28000 和 SAM-29000，其中一架为主用机，一架是备用机。这两架飞机都是改装过的波音747-200型民航机，而且这两架飞机是一模一样的。在美国总统出访时，一前一后，人们并不知道总统具体在哪架飞机上，也可以相互备份。作为美国总统专机，据说美国空军一号拥有先进的防护措施，以保护总统的安全。该飞机足以抵御核大战后所产生的核辐射，可在战时担任美国三军空中指挥中心。机上配备了完整的通讯系统，并且在战时会有一架 E-4B 跟随机队。这架飞机号称末日飞机，拥有指挥美军战略核潜艇的能力。微信搜索迷彩虎，关注后回复末日飞机了解详情。整个机队可以在核大战后帮助美国总统指挥各个系统完成核反击。在改装之后拥有空中加油能力，一次可以滞空长达7天的时间。空军一号是要保证在核战争条件下的可用性的，其通讯能力可能比美军的预警机还要强。另外，空军一号拥有极其先进的防干扰雷达，最先进的反导弹系统。如果飞机遭到导弹袭击，飞机能够发射红外诱饵。据外媒报道，两架飞机上还都装有一套电磁设备，能在自身是备份机的情况下发射电磁干扰，诱使导弹攻击自己，从而保护载有总统的飞机。所有窗户上都安装防弹玻璃，专机内甚至还有一个自动弹射装置，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把总统弹射至安全地点降落。经过近30年的服役之后，原先的两架飞机虽然改进不断，但机体年龄已经逐渐老化。在2011年，美国空军对空军一号的后继机进行了初步研究，最终选择了波音747-8型。波音747-8型客机报价3.68亿美元，美国空军计划花费20亿美元完成改装，是飞机本身价格的数倍。为什么改装费用如此之高昂呢？除了要重新加固机体，加装各型雷达、通讯机制，增加导弹和干扰弹的挂件，还要升级航电、更换引擎、增加备份设备等等。老旧的空军一号又不能不换，整个新空军一号计划已经花了美国政府近30亿美元，预计还要扔进去8-9个亿才能完成。而且到现在为止，连一架飞机都没做出来，要是研制好，还得3.785亿买一架。美帝豪者之气显露无遗。当时还是代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炮轰波音，表示太贵，我们不要了。波音的股价在特朗普发帖后当即跳水，一度跌幅达到1.6%。结果在第2天，特朗普又表示，贵是贵了点儿，飞机总还是要换的，给便宜点就行。洋洋表示，你们可真会玩。我国自然不能走美帝的腐朽路线，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专机。作为国家主席出访所乘坐的飞机，我国的空军一号是国航一架注册号为 B2472 的波音747-400型客机。该机平时直飞国内客运航线，出访时临时改装为专机。在执行专机任务前20天，该机会开始进行出访准备。民航总局会接到飞行任务，然后再确定机组成员名单，进行飞机安检和改装等。来自解放军空3-4师的技师们会协助对专机进行检修和相应改装，几乎没有什么高昂的成本。我国的专机任务并不像美国空军一号那样有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，其专机的详细信息可以在公开渠道查询到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据说早在2000年，我国就打算购买一架波音767-300型飞机，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的主要空中交通工具。结果在我方检查时，竟在上面发现了27个微型窃听器，令美方尴尬不已。
从此中国就不再采购领导人专用的客机，而这些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我国没法自行生产大型科技平台。目前的情况是，美国有波音，欧洲有空客，连没落的毛子都还有伊尔和安东诺夫。即便不是专机，我国领导人都应该乘坐国产的飞机，而现在我们只能依赖外国的大飞机。所幸目前我国国产的大飞机 C919 确定将于今年上半年首飞，一举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，将来还会解决好不好的问题。也许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们也能够看到兼顾安全性和实用性的国产大飞机化身中国的空军1号，翱翔蓝天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，请点击我的头像免费订阅迷彩虎军事头条号。原创虽不易，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，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谢谢。